我身后看到的是阿尔及尔最重要的一个纪念碑之一，它是为了纪念阿尔及利亚独立了20周年。那么阿尔及利亚是在1962年独立了，到了1982年就建了这个纪念碑。它的样子像一个枣树一样，它有3页，其中有一个代表的是过去，有一个呢代表的是今天，第3个呢代表的是未来。在纪念碑旁边有很大的一个公园，就在我身后，我们下一站就要去那边。顺便说一句，整个非洲有地铁只有2个国家，第一个呢是埃及，第2个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有地铁，不过只有在首都阿尔及尔才有。在阿尔及利亚要坐地铁坐一次，价格是1.6块人民币，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胡一广场，然后要到公园，我们呢就要到这个地方，叫 Jardin d'Essai。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公园，名字叫 Jardin d'Essai。大家可以想象到吗？这个公园是在1832年的时候建的，是法国人建的，而且呢，公园很大，它的面积有32公顷，所以呢，如果要转的话，那就需要1天的时间。公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各种各样的树，而且呢，有的是在世界上很少见的。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公园很有名，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大山人猿泰山》，1932年在这边拍的，就在这个公园里面拍的，因为这边有很多树，很合适拍这种电影。I'm Jane Parker. Understand? Jane. Jane. 虽然很多中国朋友或许不了解阿尔及利亚，而且从阿尔及利亚到中国的直线距离有9000多公里，但是其实阿尔及利亚和中国的关系非常不错，这里有不少“一带一路”的项目。这是9年前在这里认识的中国朋友，他当时就在阿尔及利亚出差，之后我到中国玩的时候，在泉州我们又见了，我们又在阿尔及利亚相见，而且他是因为刷到了我的视频才联络了我，正好他在出差，我正好在这里。在阿尔及利亚中国人多吗？高峰期的时候可能有10几万的中国人，但是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现在可能少了很多，因为很多项目都结束了。他们主要在这里要做什么工作？很大一部分是中国过来的工人，就是建筑工地上面的。你看这边修高速公路啊，修清真寺啊，修大学城啊，修医院啊，等等等等都有。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石油国家，像中国的中石油、中石化啊，他们都会过来这边做勘探啊，采挖，然后还有像我们这种就是过来做商务考察的，有一些客户在这边，然后还有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开工厂，像开钢铁厂啊、衣服厂啊、鞋子厂啊这些都有。那些情况怎么样？
现在的话，因为你也知道疫情哦，全世界都差不多，然后这边可能政府政策的问题吧，很多东西都不能进口。然后其实现在蛮多中国人是直接在这边设厂建厂，就做一些 Made in Algeria 的东西。对，就是进口替代算是。对，它不进口，然后它在这边生产当地所需的东西。现在政策可能是一个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外汇啊什么的不够吧，然后很多东西暂时不能进口，先要保住民生。毕竟阿尔及利亚你知道牛奶啊。面包好便宜的，油比水还便宜的，对不对？是。那你在阿尔及利亚待了几年？我第一次来阿尔及利亚是2009年，这边当翻译，然后现在做商务方面的一些就是推广之类的。那你个人觉得在阿尔及利亚生活怎么样？阿尔及利亚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气候很好的地方。因为地中海气候，然后有海，有很多各种文化，像什么法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古罗马文化很多，然后人种也很多，所以其实是一个个人感觉是旅游资源很发达的一个国家，但是没什么游客。你在这边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对你来说，就是要到阿尔及利亚最难的一件事情要适应是什么？要在阿尔及利亚最难适应的，如果你长期待在这边，最难适应的应该是，如果家人不在这边的话是比较难适应的，对吧？对，其他都还好。其实如果语言能通的话，毕竟我自己是会讲法语的，所以基本上语言能通的话还好。如果语言不通的话，你出门的话也很麻烦。对。那你是懂法语、阿拉伯语吗？我不懂阿拉伯语，我懂法语。所以去南部地区的话，就是小城市的话，很多人不会讲法语。那种地方就可能比较难受。基本上可以说，如果不会阿拉伯语，就会法语也可以。对，你只会法语也可以在这边生活。其实你会阿拉伯语还不一定能在这边生活，因为这边的阿拉伯语跟大家学的阿拉伯语是不一样的。其实两个国家的关系，就是阿尔及利亚和中国还挺好，他们经常合作。那么今天我们看看阿尔及利亚人怎么看待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怎么看待中国。这是我的表妹，我们看看我的表妹怎么看待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她了解中国有多少。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lgeria? Okay, good question. I believe that Algeria and China are already good friends, and I guess they are ready to make a greatest partnership. That's why we can see a lot of Chinese here working in Algeria and living with us in harmony. So you think that China and Algeria are good partners? Yeah, I see so. Mos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here in Algeria are some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companies. We have, for example, the third biggest mosque in Africa is built here in Algeria, in Algiers, by the Chinese, and it's so beautiful. It's a masterpiece. So maybe they are interested to come and see some photos of it. Of course. 大家可以想象到吗？在阿尔及利亚最大的清真寺是中国人建的。我们看看这个清真寺怎么样。
Also, a lot of dams, water dams here are built by the Chinese, like the big dam of Bukerdam. It's located here in Tipaza, and I guess you can show them. 除了清真寺以外，还有水坝也是中国人建的，要不我们看看。阿尔及利亚有1200公里的海岸线，但是这个地方缺水。看到了这个地方风景很美很美，我身后好像是一个湖，其实呢它不是一个湖，是一个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在西迪阿马尔，西迪阿马尔是一个小镇。那么阿尔及利亚它有1200公里的海岸线，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是缺水。所以呢，在阿尔及利亚有不少蓄水池，有不少大坝，有大概100多个。这里的水坝不是为了发电，而是为了储水，水源是地下水和雨水，所以水流量比较小，不能发电。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不少树呢是橄榄的，阿尔及利亚的橄榄和橄榄油是很有名，对身体又好，所以呢，阿尔及利亚人做饭的时候经常会用橄榄油。We have other projects here that have been done in Algeria, like the East-West Highway and the Alger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Houari Boumdine in Algiers, a lot of residence buildings too. That's a lot of projects in here. Yeah, most of them are Chinese cooperation. Wow. Yeah. C'est incroyable. Yes, it is. C'est incroyable. C'est incroyable. 我就感觉非常惊讶，这么多的项目在阿尔及利亚就是跟中国人一起合作。So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Algeria is just only about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 No. In fact, our Algerian market is full of Chinese products and goods, plastic products and a lot of other things, especially electronics. Wow. Like phones. Okay. Yeah. Like Huawei and Oppo and Redmi, Realme. I mean, Redmi is so famous these last years. And I guess every one of us has a Redmi here. And personally, you use? Yes, I use a Redmi. I use a Redmi 8 Note Pro. Wow. Yeah. 那就是在这儿，中国手机是非常流行。我本人用的是华为，在阿尔及利亚，华为也是有不少人会喜欢。What do you think personally about China? In fact, I'm really interest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Wow. It's so rich culture and so interesting, beautiful,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more about it and see maybe places in China one day. Why not? So and I guess they are nice people. They are hardworking and serious. And this is so good. I've seen a lot of families here and Chinese children like this. They are so cute with their bangs and wow. Yeah, with cheeks.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go to China, would you like to go? Absolutely. Yes, wow. I would. I hope so. 他想去中国，希望他有机会可以去。كيفاش نقول goodbye بالChinese؟再见。再见，再见。خلاص。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很美的大自然。在北方有地中海，南方有撒哈拉沙漠，有着悠久的历史，融合了阿拉伯、波柏尔原住民以及法国、土耳其甚至西班牙文化。这里有非常善良的人，在大街上打招呼的时候会称呼年长的人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姐姐。如果你遇到困难，他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在17岁之前，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现在我有另一个祖国是俄罗斯，我爱这2个国家，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但是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阿尔及利亚让我既熟悉又陌生，我看不到在这里太大的进步。阿尔及利亚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基础设施落后，公共交通不发达，还有。我注意到了，在阿尔及利亚垃圾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塑料袋，甚至有一次我看到了塑料袋在天上飞，我还以为是一只鸟。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袋子都是免费的，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大家连问都不问就直接给你袋子，大部分人都要。所以我拍视频的时候。要真是没有塑料袋的地方都很困难。再有就是安全问题，在这里小偷很多。我的表妹告诉我，她的手机被偷了4次，我的天哪，4次，只有到最后一次找回来了。她告诉我，她的手机被偷了以后，她会很小心。那么有一天，她去商店买东西，买衣服。他把他的手机藏在兜里，他的手也插在兜里，要看衣服就把手拿出来，只花了2秒钟，手机就没了。所以在这里我不敢拿太贵的相机和镜头。我的表妹也一直提醒我，在这里拍摄的时候遇到的困难不只是小偷的威胁，还有警察。每次我拍摄的时候，有警察过来询问。每次呢，我要给他们解释我是谁，我拍摄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小的城市，戴头巾的女性越来越多。如果你不戴头巾，就会引来异样目光。但是在首都，不戴头巾的女的大概有50%。虽然你可以不戴头巾，但是着装还是要注意，什么短裤啊、短裙都不行。但同时，女性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有很多政府官员都是女性，女性开车的也越来越多。总的来说，这个国家在进步，只是速度没有中国快。这个国家很年轻，平均年龄28岁。我希望它可以往好的方向发展。